你会读书识字？谁教的？嫁来人家之前，我只是一个野丫头；嫁到人家之后，我夫君私下里教我读书识字算术，他亲自教导你读书识字，你口齿伶俐，倒不像个村妇了。如此说来，他家傻儿子似乎也不傻，自己不仅读了书，还连带的教会了一个。只是先太后的事，普通百姓怎么可能知道？姐姐到底藏了他多少事？你跟普通的乡下妇人着实不同，可惜了你的出身。你可知朱氏的出身？她是户部尚书府的千金，所以你就算聪明，就算你想办法说服我，也无法改变结果。带下去看住，等成事后再放了你。很快，地上的朱氏也被人扶起。宋九想要挣脱护卫的手，哪是他们的对手？宋九眼眶都红了，想到会有个女人与他共度良宵，宋九就受不了。游廊外站着的宋六半晌没见九丫头从里头出来，他心头复杂无比，救是不救。老爷，六儿能不能向您借几个人？借人可以，不过明日你得跟我去庄子。宋六一听，身子打了个寒战。青花楼里的姑娘都知道，在安城绝不可以跟着附身权贵去他们的庄子上，出了安城，他们的生命就没了保障；出了安城，他们的生命就没了保障。而陈老爷的庄子上，亲耳听到的就死了4个青花楼里的女子。怕吗？现在若是打退堂鼓，以后他宋六就再也没有陈老爷的照拂了。老爷，我不怕，跟在老爷身边是我的荣幸，以后但凡有老爷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六儿我随叫随到。要是阿奇有你这么听话就好了。宋六的心头只觉得一阵恶心。很快，陈家带来的打手交给了宋六。在陈留庆的眼中，安城里即使是他的玩物也是能横着走的。你真以为生下我夫君的孩子就能名正言顺地得到爵位吗？小裴氏正心情愉悦地喝着茶，突然听到这话，心头一沉，挥退了宋九身边的护卫，冷眼看着他，心头暗存：只待我有了大孙子，我便有了后，便能对付晋王府中的贱蹄子。小小村妇懂什么呢？在我们村里，没有丈夫的女人突然怀上身孕，是要被村里人唾骂，还会被赶出村子。小裴氏看到宋九的从容，还挺意外的。没有丈夫的女人自然不能平白生下孩子，而这个孩子，他有的是法子将之记在二儿子的门下。我不知道大道理，生长在乡下的我却看明白了人性。朱氏生下我丈夫的孩子，给荣家留下血脉，可是那个孩子最多叫你一声祖母，他身上流的不只是荣家的血，还有朱家的血。朱家当大官，有娘家帮衬，不像我，今日能在这被你拿捏，那么这样的孙子，你又能拿捏得住吗？孩子是谁养大的，就跟谁亲，我夫君便是如此。那么这个孙子，将来会跟你亲近吗？你是在为你裴家夺得爵位，还是在为朱家夺得爵位？小裴氏被他最后一句话说得心头一沉。朱家得到了荣府外孙，他还能拿捏住吗？朱氏一封信就能杀了精卫，甚至还能笼络了地方军。朱家权势滔天，更是无法无天。可是这样的震慑也令他如芒在背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安静的里间突然传来齐嬷嬷一声尖叫。宋九和小裴氏纷纷朝里头看，里间被伙计敲了一棒，刚醒来的朱氏一睁眼就被个傻子掐了脖子不说，近在咫尺猩红的眼更是将他胆儿都吓破了。这个傻子就是个恶魔，他跟二表哥根本没法比较。朱氏憋红的脸，呼吸不顺，莫不是他的命要没了？小裴氏冲上前想要推开大儿子，谁知任荣成大臂一挥，就将小裴氏扶开了。叫住他，快叫住他，闹出人命，你们也别想活。宋九只得上前握住傻夫君的手，任荣成他连忙收手，眼眶一热，松开了朱氏的脖子，一把将媳妇抱住。姨母，
我要回京城，我要回家。话没说完，人又晕过去了。来人！下人没来，护卫也没来，却冲进来一群陈府的打手。想不到他们都来帮他了，他真没有想到患难之时会有这么多的帮手，尤其是宋六，不是一直恨着他的吗？平息下来的任荣长盯着地上晕厥的朱氏以及他的生母小裴氏，目光没有半点温度，甚至还满含杀气。稳住他，不然你们两个今天都走不脱。宋九没动，甚至这一刻他有些不想阻止傻夫君的脾气，为何让他家丈夫受这么大的委屈？小裴氏刚想退开几步，就被自己的亲儿子一掌拍飞了。稳住他，今天这事儿我不计较，我放过他们所有人。宋九看向宋六，看向阿奇和伙计，还有楼里的打手们，他动容了。晋王府的权势他们挡不住。该死的，你稳住他！小裴氏眼看着亲儿子再次走过来要打他这个生母，心如刀割。都上去拦住他！在场的众人不知道小裴氏的身份，但是阿奇知道，那是梅庄陶三娘告诉他的，眼前的就是晋王妃。场面控制住，小裴氏是真的吓得脸色发白。外头响起官兵的脚步声，阿奇心头一惊，知道王府的救兵来了，他们都得坐大牢。你说不会对付他们的，是我小看了你这个村妇，你很厉害，都放了。现在我求你一桩事儿，近日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要告诉你公婆，不要向人家人透露。你若是说了今天的事儿，只会让我们姐妹二人不和，没有好处。终于人都走了，已经换上常服的阿奇带着一位中年妇人进来了，来的正是梅庄的陶三娘。荷包是夫人的人送来的吧？在他入戏楼听戏开始，人就被梅庄的人盯上了。陶三娘一直想知道给阿奇做衣裳的人到底是哪位绣娘，终于寻到。你很聪明，看一眼就知道荷包是我送过去的。的确，荷包是我在楼梯间捡的，给你送去也是给你提个醒儿。这位是梅庄的东家陶三娘，今天多亏的三娘给我传消息，我才能赶过来，你得谢她。以后你的绣品也可以交去梅庄售卖，三娘是个好人。谢三娘相救，以后我的绣品就往三娘这儿送。梅庄有活需要我做的话，我也会义不容辞。留着这个小绣娘，将来莫如水私下教双面绣收徒弟违背誓言的证据就在眼前。莫如水教出来的徒弟被他使唤在身边，比直接毁了这个小绣娘更有趣味。于是陶三娘同意了，还叫宋九过2日就来梅庄报道，要测一测他的绣功如何，这样也能知道莫如水到底教了他多少。莫如水，你违背誓言在先，只要咱们再次见到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宋九不动声色地抬头看了陶三娘一眼，应下了。媳妇儿，我们赶紧回去。任荣长不喜欢戏楼，站在这雅室门前，就想起被女人靠近要亲嘴的场景，他就想打人。到了村口，任荣长突然停下脚步。媳妇儿，今日的事儿不告诉爹娘，还有大哥。为何？我知道我不是爹娘亲生的。宋九很震惊，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很小的时候，师傅就告诉我了，我不是爹娘亲生的，所以我叫荣长，而大哥二哥的名字里都带着广字辈。宋九倒吸了口气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傻夫君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事儿。那个师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？他为何要说出实情？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是爹娘和大哥二哥对我都好，我很知足，所以我更不能让他们担心，我打得过他们的。我不想大哥替我出头，也不想让爹娘难过。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宋九本以为傻夫君知道了生母是谁，还好他不知道，不然会更加失望，更加的难过吧。别怕，我会劝住大哥的。今天这事儿咱们必须告诉长辈，这也关系着咱们人家。在宋九的劝说之下，终于说通了傻夫君，也成功劝住他事后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悄悄地去报复。关于老三的身世，还有他生母的事儿，三媳妇可曾跟老三说起？
娘，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他现在干农活打猎，待在水乡村就挺好的。老三虽不是我亲生的，却胜过亲生的。至于城里那个，虽说是老三的生母，却不配为母亲。他竟然这么陷害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怎么想的？强扭的瓜不甜，他怎么可以为了个爵位，连亲生儿子也不顾了？这样即使生了个大孙子出来，将来又得教出一个勾心斗角的怪物来不可。任婆子正说着呢，门突然被打开，就见门外站着三儿子。那刚才婆母跟他说的话，莫不是被傻夫君听到了？果然，任荣长红了眼，转身就跑。老三媳妇，你快去追他，咱们家只有你能安抚住他，可别让这孩子做傻事儿。宋九再也顾不上其他，赶忙追了出去。孩子他爹，把令牌找出来吧。你去一趟里阳郡首府，给老三的师傅送封信去，是时候将他请来安城主持公道了。宋九一路追出来，早已没了傻夫君的身影。他担心的是傻夫君入城报复去了，又往城里的方向跑了大半路程，仍旧没有看到人影。天要黑了，宋九犹豫着要不要入城再寻时，遇上了收工回来的大哥任广田。今日兄弟二人被差兵分开修路，任广田心里一直担心三弟。好在今日收工早，他走得最快，趁着天黑前回家看看。宋九没办法把今天的事说给大哥听，只得说她丈夫不见了。宋九说了城东头那处府宅的方向，交代大哥去找，自己也好回去村头到处寻一寻。宋九回到祖宅，看到宅子前落下的大锁还是早上的模样，傻夫君没有回来。任广田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人没有找到，城里都宵禁了，也不可能这个时候入城。任广田叹了口气，说起前几日城里有位贵女来工地上送吃食的事。宋九到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早就开始打主意了。大哥，这官道何时能修好？再来半个月大概能成了，人多，路修得快。还得半个月，那这半个月里他们会不会又生出什么想法来？宋九拿出银袋，想大哥帮着周旋一下，看能不能让他家傻夫君跟大哥在一起做事，有大哥看着点，至少发生什么事也有报信的人，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大哥啥也不知道。有仇必报，这是师父教会他的，打小他铭记于心。今日他终于寻到了机会，猫进了府中。府中内外戒备森严，即使入了府，任荣长也走得极为小心。除了那腰间的砍柴刀，他并没有带别的武器。有了上一次摸黑入府的经验，他记得府中的路，直奔目的地。看着手臂上的手工纱，他虽然没有破身，却被这么多人看到了身体，失了清白。朱淑文咬了咬牙，姑娘，其实这一次受的委屈也是好事儿。朱淑文疑惑地看向贴身嬷嬷，她吃了苦头，怎么就成了好事了？我今日去前头，听到齐嬷嬷在问戏楼里服侍的那几个下人，打听的正是姑娘有没有破身。只要王妃不知道姑娘没有破身，那咱们若说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那这事儿就算是成了。再过几月就怀上孩子，这个孩子就必定是晋王府的继承人。至于孩子是谁的，晋王府二公子死无对证，王妃也拿你没有办法。姑娘莫要忘了，咱们还有朱家的权势。咱们跟着来安城的时候，主母可是说了的，只要姑娘成事儿，之后的事主母为你主持公道。朱淑文总算听明白了，她要向姨母撒谎吗？可是姨母多厉害的人呢，她怎么瞒得住她？再说手臂上的手工纱也会穿帮，难不成她随便找个男人破了身子再怀上孩子？这是大逆不道的事。姑娘莫忘记了主母曾说的话，咱们这一趟来安城只能成事儿，不然姑娘回了京城，婚事就得耽搁。这么些年了，京城里的人都知道姑娘与晋王府二公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。现在姑娘若是不嫁晋王府，到时候主母把姑娘嫁出京城，那可就得过上苦日子了。
刘嬷嬷见主子还在犹豫不定，随即从桌上拿出水粉，将主子手臂上的手工纱遮去。莫怕，暂且能遮掩几日，正好姑娘还有伤在身。等找到时机，姑娘破了身子，有了身孕，这世子妃之位可就稳了。说是我怀了身孕，姨母会不会杀了那个傻儿子？刘嬷嬷怔住，看向主子，心头也意外，才点拨清醒，就有了自己的主张。无愧是朱家的女儿，我这一次的委屈可不能白受，既然要做，那就做绝一点。待我怀上孩子，我就逼迫姨母弄死这个傻子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必看到那张恶心的脸，闻到那恶心的味道。姨母要是还存着私心，我也有法子弄死他。姑娘，他到底还是晋王的儿子，若是被晋王知道，此事怕是难以周全。哼，说是晋王不知道呢，就像来安城的精兵一样，死无对证。窗户突然被一股怪风吹开，朱淑文本能地抬头去看，没想迎面就是一张凶狠的脸。朱淑文当场就吓得身子往后一倒。刘嬷嬷见是晋王府的那个傻儿子，连忙大声求救。谁知刘嬷嬷躲避不及，手臂直接被砍柴刀劈中，人倒在血泊之中。朱淑文吓得花容失色，眼看着自己逃不掉了，朱淑文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狠戾。待任荣长靠近之时，他突然从枕头下摸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朝着任荣长的腹部刺去。人没受伤，手腕一转，反而将匕首顺势夺了过去。去你丫的！待朱家的暗卫出现时，任荣长已经逃走，整个王府都轰动了。小裴氏才躺下就被叫了起来，这一次出事的又是东宅，他的傻儿子又闯他府中来，接下来恐怕就是他的怨里。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他。这一次他不会再放过傻儿子，等人扣下了，便将他软禁在府中，就算是姐姐亲自过来要人，他也不会给，直到他屈服为止。这么多的府卫将王府围成铁桶一般，这个时候任荣长想要逃出去根本不可能。本想去主院寻仇的任荣长不得不拐了道躲避，不知不觉闯入了客院。盘坐在床榻上正闭目养神的国师韩愈突然睁开眼睛，就见窗边一个身影掠过。韩愈以为是皇上派人来杀他了，就要上前熄灯，谁知房门被推开，正躲避着的任荣长长腿跨了进来，与韩愈打了一个照面。韩愈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孔，任荣长皱眉，竟然是先前那个神神叨叨的怪人。此时外头奔来一队守卫，任荣长立即上前扣住了韩愈。瞧着外头这么多的追兵，都是在寻找这位吧？他到底是谁？门外有人敲门。本国师在此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！韩愈闷哼一声，被任荣长一掌劈晕。小裴氏来到东宅，看到倒在血泊中的朱氏，心头一紧。小裴氏气得双手握紧成拳。有的孩子生下来是报恩的，而他这个傻大儿生下来是报仇的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烧的是何处？主院着了火。傻儿子这是要烧死他。小裴氏勉强稳住心神，从屋里出来，看着火光冲天的主院，小裴氏感觉到不可思议。这性子像极了王爷。当年我入京城之时，王爷生气发了火，曾经也把王府给点着了。突然一身布衣的任荣长就站在主仆二人前头，凌厉的目光如同看着一个仇人似的。我不会认你的，你不是我娘，这世上只有养大我的爹娘和我的师傅。小裴氏怔住，他都知道了。任荣长一步步走过来了，齐嬷嬷赶忙挡在了主子的前头。主院走水了，东宅的护卫都跑前头救火了。要说他傻，他一点都不傻，只是让小裴氏想不明白的是，小小庄户家中是怎么给他傻儿子请的师傅教会的功夫，又怎么买得了那么多的书。小裴氏没有逃走，他不相信自己生的儿子真的会亲手杀了他。然而任荣长没有半分犹豫，
最后母子相对，小裴氏终于感觉到了绝望。他的傻儿子真的敢杀了他，他对自己是没有半点感情。眼看任荣长就要动手了，小裴氏身边的暗卫飞身而下，他直接与其中一名暗卫交上了手，几个来回找到了突破口，随即跳上屋顶。暗卫想要去追时，小裴氏还是叫住了他们。万一傻儿子去而复返，到那时他身边连暗卫都没有，可就落他手中了。他现在再也不敢把这个儿子当傻子看，姐姐的悉心教导，莫非用意就在今日，专门来报复他的？水乡村祖宅外突然响起敲门声，宋九朦胧中睁开眼睛，从屋里飞快跑了出来。门外站着衣裳破烂的任荣长，宋九怔住，随即一喜，但他没有迎上去，反而背过身去。他媳妇生气了。进了屋，他立即收拾包袱。任荣长站在门帘处，一脸茫然地看着宋九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宋九很快将自己的衣裳整理好，背上包袱，用背带把两孩子一前一后的背上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傻夫君不听他的话，他带孩子们走。任荣长终于看明白媳妇的意思，连忙上前相拦。宋九一把将他推开，宋九一口气走到底下村道上，任荣长在后头跟着，一副做错事不知道怎么办的样子。宋九更生气，只是突然有些茫然了，他连娘家都没有，这要往哪儿走啊？以后他赚了钱，一定要给自己买处宅子，这样跟傻夫君吵架，他也能带着孩子回自己的宅子里住。此时村头出工修路的村里人走过来了，里头便有人家大哥任广田。定是三弟这一次不告而别，惹恼了三弟媳。三弟媳这是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呢，那可不得了。再加上宋家都是什么人，万一三弟媳一回娘家，宋家又转手一卖，岂不是三弟连媳妇都没了？老三，快把你媳妇哄回来呀！媳妇儿，你别回娘家，我怕娘家人欺负你。你别管我，反正我不想跟你过，我带着孩子们走。那我们一起走，我跟你走。不是跟你一起走，说我不要你了，我不跟你过了，我带着孩子们走。三弟媳，先别说气话，咱们先回家。媳妇儿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对，我不要你了，我们和离。我带着孩子们单独过。为什么？我要你做我媳妇儿。三弟媳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咱回去好好说。老三这一次做得过分，到时候你怎么发火都成，但是这个家不能散。宋九在家里带着孩子，揪着心等了3天。他家傻夫君是音信全无，他去报复的时候是真没有想过他和孩子的。我把朱氏杀了，也烧了那处府邸，以后我不再去了。我把朱氏杀了，也烧了那处府邸，以后我不再去了。一句话透露出多少信息，这一下就算是任广田也不淡定了，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爹娘去。你离家出走的时候，想过你媳妇和孩子吗？你借着自己那点功夫了不起，你放火烧了宅子，杀了人，你坐牢去了，谁来照顾他们娘仨？任荣长垂下头去，小时候师父告诉他自己不是人家亲生的，心头难受极了，但至少他会偶尔想起自己的生母，会想着生母也会像娘一样对他好吗？如今看到了，却是如此的不堪。老三，你知道错了吗？也不见老三悔改的，直到任婆子从墙头拿了锄头棒时，宋九忍不住伸手护住傻夫君，这要是一棒子打下去，人就彻底傻了。娘，有话好好说，这怎么好好说？今儿个我不打死他，把媳妇孩子都给气走了，他有什么出息？娘，我不走了，我们好好说。任婆子心头一喜，立即放下锄头棒。真不走了？不走了。娘，我爹咋没来？今天这事儿就得爹来说。你爹不在家，这事儿我还管不了了吗？我养大的儿子不听我的话了。你爹不在家，这事儿我还管不了了吗？我养大的儿子不听我的话了。娘，我以后不会了。你听不听我的话，我也管不了你了。你现在长大了，但是下一次还把你媳妇给气走了，我就真不会帮你把媳妇找回来了。三弟媳多好一个女人，你真把媳妇气走了，将来可就娶不上媳妇了。
谁能忍得了你这脾气啊？还给你生俩孩子。任荣长感觉母亲和大哥都说得对，可不能让媳妇给跑了。总算这事儿平息下来，三弟媳这一招真是制服了三弟啊，以后怕是不敢这么冲动了。好在这次人没事。任婆子回头看向三儿子，心头有些话想要说说，可是不知从何开口。娘，我虽然不是娘亲生的，但是我还是您亲儿子，我谁也不认。任荣长这话瞬间将任婆子的眼泪给说了出来，眼眶都红了。亏得他担心了这么久，原来孩子门儿清，早就将他当亲娘了。有事好商量，老三以后都听你媳妇的话，别把你媳妇给气走了。以后不准媳妇走了，以后都听媳妇的话。老三这一次杀了人放了火，这个妹妹怕是失望透顶，会不会来对付老三？可得提防着老三的师傅收到消息再赶来安城，怕也得2-3个月了吧。这天夜里，从江陵回来的河道上，一艘小船被大商船给撞翻了。他们是故意撞咱们的船，定是知道咱们船上都是良种。这艘大商船从江陵出发就跟上了他们的小船，现在趁着雨夜更是肆无忌惮地撞了他们的船，这会儿准备调转方向扬长而去。任广江长这么大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盯着前方的船心头一狠，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叼在嘴中，随即整个身子沉入水中，往大船的方向游去。钱大郎本想叫住他，旁边的赵管事赶忙制止，趁着大家都没有注意上，且让任广江去偷袭，撞了他们的船就跑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？在水手们的哀嚎声中，大船上的人一脸满意地看了一眼，这就回了船舱，调转船头，准备加速离开。没想到在这时，就见船上高高挂着写有陈字的旗子突然掉落河中，绳子断了。船管事终于发现这是人为，立即叫打手跳河中寻出闹事的人。大商船停下了，这边小船落手的水手们看到了希望，大家伙的赶紧上大船逃命去。一句话给了众人一个方向，小船已经翻了，没办法行驶，眼下只有夺下大船，他们才有一条活路。大雨中，河上的商船东倒西歪，上头传来打斗声，随即几声哀嚎，有人落了水，入水便染红了一片，可惜水流急，鲜血很快被河水冲淡了。任广江不知几时已经爬上了船，拿着带血的匕首取下了船管事的人头，站在甲板前，一个黑影从暗处冲出来，手头的铁棍敲打在任广江的后脑勺上，任广江站立不稳，再次掉入急流中。杨东花猛然睁开眼睛，刚才她梦到了丈夫在船上与人搏斗，被人打了头落了水，杨东花就这么被吓醒。三弟媳，你们要救救我夫君，他被人打死在河里。杨东花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的梦境，到这会儿宋九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梦而已，可是被二嫂这么急迫的一说，她心头也有些担忧。杨东花第一时间想到三房，是想三弟会功夫，想让三弟去河堤看看。她觉得这不只是个梦，指不定是她丈夫给她托梦来了。二哥偷偷出门做生意，这一走3个月了还没有回来，着实不正常。宋九交代傻夫君去公婆那儿说说此事，虽说做梦的事不能相信，但是事出反常，眼下都闲了下来，是不是要派人去江陵寻找？人家公婆半夜3更被吵醒，来了祖宅，去了首府城回来的任老头这会儿也坐不住了。我跟老三去码头等等看，这2日没有消息，咱们就往江陵去一趟。当天夜里，父子2人去了安城码头等着，直到天亮也没等到老二的身影。来来回回的船倒是有不少，也看到了不少苦力在忙活，却是打听不到半点消息。父子2人在码头接连等了2日，这日傍晚有几个苦力卸了货，正好坐在父子2人旁边休息。其中有苦力说夜里想赚钱，得去荒郊野岭的河边给人搬货，那个钱赚得多，听人说一个晚上就赚100个大钱。安城的码头修得这么大，为何还有船要在荒郊野岭卸货？你们懂什么？有些货自然不方便在这儿下，
才想出这法子的。这中间都有门道的，你们跟不跟我走？咱们今晚赚大钱去。其他的苦力都不愿意，毕竟已经干了一天活，晚上也得休息。再说这种来路不明的，也担心出什么事。我昨个都去了，到手100个大钱又没有骗人，竟然有人不愿意干，活该他们穷死。这位小哥，你看我们父子能成吗？对方见两人身子结实，苦力满意了，答应带着他们两人夜里去寻活计。当天夜里，父子两人跟着那苦力离开了安城码头。就那儿了，瞧，来了不少苦力，都是懂行的人。除了这儿还有别处吗？两位不是来干苦力的吧？任老头见瞒不住，直接从袋里拿出20个大钱打探消息。再走10里地那处也有一个卸货的地方，但没有这儿大。至于其他的3处，这个我也不清楚了，人家也不让告诉。咱们苦力去不了，多半是某些商船私下里的地儿，还是不要打听了吧。父子两人站在不远处看着，这么站了一会儿，就有商船靠近，那上头都有旗子，能看出来是谁家的船。父子两人显得有些失望。任老头决定再走10里地，看看另一处临时码头的情况。这儿竟然没有苦力守着。任老头寻了一处坐下，心头仍旧不是滋味。等老二回来，是得好好教训一顿的。他这生意做得全家人担心。爹，来船了。来的船上没有旗子，看不出出处，不知是哪家的船。对方商船这么大，老二带的钱不多，做2种生意买不了几袋2种。真要是回来，该是坐小船才对。爹，是二哥。甲板上，赵管事招呼着水手们帮忙赶紧卸货，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送下船去，就藏在草丛里，船得立即弄走，绝不能让安城的人发现。就在这时，任家父子两人从暗处冲出来，直接上了船，没把赵管事吓一跳。突然这处冒出人来，岂不事情就败露了？这一刻，赵管事的心头竟起了杀心。爹，三弟，自己人！水手们都纷纷看来，赵管事赶紧催促：别看了，赶紧搬货，没时间了，天要亮了。怎么受的伤啊？二哥，谁打的你？我给你报仇。这仇我当场就给报了。没事儿，就是一个意外，现在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？爹，三弟，有事儿咱们回去再说，这儿人多。有了任家父子一起卸货，任荣长更是一人顶4人，看着他几个麻袋一起扛不费力气的样子，把水手们都吓了一跳。你们任家男儿真是了不起，广江，你三弟比你还厉害。任广江的眼眶里有泪。是呢，三弟很厉害，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死里逃生赶回来，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爹和三弟。到了这一刻，任广江才对这一趟有了后怕的心理。第一次出远门跑江陵去了，一路上吃的苦头受的伤都不算什么，只有在看到家人的那一刻，才知道自己有多冒险。天边越来越亮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赵管事越发的忧心。任老头在扛袋子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不对劲，这生意做得偷偷摸摸的，这中间必定有隐情。这么多的粮，草丛里根本藏不住，我这赶去城里给你们叫牛车，你们怎么看？赵管事还想着先处理了大船再入城叫牛车的，这会儿听到任老头这么一说，立即动心。这老人家也不是普通人，一眼就看明白了。于是这事儿交给了任老头去办，运到山里去，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运走。我知道有几处山洞还挺大的，二哥要不要藏那儿去啊？任老头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些白米恐怕有些来路不正，毕竟他二儿子买不起，2种可以正常运回村里，而且要趁着大白天的时候，这样村里人看到了，很快就把消息传出去，周围村落也过来买。任家父子3人回村的时候，水乡村的村民沸腾了，生怕买不到2种。只是这一次的2种有不少泡了水，有的甚至在运送的过程已经开始发芽，要买就得想清楚。人家也担心对收成有影响。发芽的更好，这样我还不用担心发不出芽，我家要买呢。有了村长这话，其他村民也跟着嚷嚷起来，消息很快走漏。
周围村的村民连夜赶来水乡村买良种。你走时为何不告诉我？家里人不让，你连我也瞒。你一回来全身是伤，要是死在了外头，我恨你一辈子。你别想着我会给你守寡，我杨东花这人变心比谁都快。但凡你没了，我转眼就嫁人。我这一次真是真想做生意了。江陵这一趟去得好，我见了世面，外头的走商只要胆子大，没有不赚钱的。江陵那边真是鱼米之乡，那边的百姓比咱们安城的百姓过得好太多了，不少白米都从那边运过来。这一次我虽然受了伤，却干了一票大的。这些良种根本不算什么，还有一大船的净面白米藏在山中，到时候转手一卖，那可是一笔大钱。媳妇儿，你就要跟着我发财了。杨冬花以前老催着丈夫出门赚钱，然而经过这一次后，她不想了，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人好好的就成。哎，莫哭了，我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有了这一次赚的钱，我就有本钱做生意了。而且这一趟我还说服了赵管事跟着我干，他都把商船上的差事给辞了，我不能让他失望的。媳妇儿，你揭开布片看一眼。杨冬花疑惑地看着他，听了丈夫的话，把篮子上盖着的布片翻开，只见里头是满篮子的碎钱。除去本钱，这一批良种咱家赚了230两银子，这还不算，等山里的那些粮都给卖了，咱家的钱可不止这一点。杨冬花听到这么多的钱，惊得捂住了嘴巴。她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娘说了，叫咱们收好，财不外露，改日往城里的钱庄存进去一部分，或者换成银票，我好带着出门做生意啊。不君，以后咱家这钱谁管？当然是媳妇儿管钱。以后我出门啊，都跟你商量，等会儿把爹娘和大哥家的钱还上，咱就把这些钱收起来，等我出门做生意的时候，你再把本钱给带上。任广江养了2日的伤，就不想耽搁下去了，去城里找赵管事和钱大郎，商量着这藏着的粮食转手卖了。赵管事果然是有人脉的，私下一打探，就有粮铺愿意接手，不过粮价却要比走商卖的低了些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也不点破。安城河道上，安臣附身陈留庆的船上正歌舞升平，一位大管事匆匆上前禀报，原来是陈家从江陵来的一船粮米在河道上消失了，不仅船不见了，上头的人也不见了。陈家的商队沿途都是有打点的，遇上匪徒也不用担心。可是如这一次这般整条船都消失的，却是头一遭。不过陈家的大管事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很快将一则隐秘消息告知了陈留庆。与陈家粮行一同从江陵归来的安城小百姓任广江几人，原本是做2种生意的，却在几日前将一批来路不明的粮食卖给了吴家粮行。可惜这一切都没有证据，但是事有凑巧，可就不简单。不管是凑巧还是真凶，此事也过不去。对付这些小商户，你们还需犹豫吗？大管事被东家一说，知道自己不该来禀报，也不该来问的，还真是越老越糊涂。在安城，陈家何须证据？小商户敢从江陵贺家买粮种，有点头脑啊！派人去一趟江陵，陈家要在安城卖贺家的粮种，以后安城谁敢再卖粮种，就是惹上了咱们陈家。把城东头的一间铺子卖给这乡下小子，庄户出身，平时没有见过好的，突然发财了，大概是要买田买地买铺子的。大管事立即明白了东家的意思，这是要借着城东头的铺子令这乡下小子惹上官司，自是要好好运作一番的。宋六不动声色地看向这对主仆，看来人家二哥跑不脱了。夫君，咱们不买地，先买铺子吗？他今天在城里买牛车的时候，就遇上城东头有人在卖铺子，而且那铺子只要200两银子。铺子不大，唯一的好处是临近城东头的大街，这小铺子一般人买了没用。可是任广江若是买了，以后粮种运回来，他就能在这儿有个落脚地，专门卖粮种，也算是在安城开的头一间粮种铺。任广江直接做下决定，明儿个他就找那管事问个清楚，若是可以，明天就办了契纸。
夫君，要不我把三弟媳叫上，我们两个妇道人家去城里悄悄地打听一下，万一这铺子有问题呢？哎，没事的，铺子就临近街头，没有什么事儿啊。再说契纸办到手，钱也交到对方手上，光明正大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你别想着有的没的啊，反正你也不识字，不懂得做生意，你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头，等我明个带个好消息回来。我是梅庄的伙计王守来，我们两人是受庄主之令寻来的。庄主想请夫人去一趟梅庄，有要事相商。宋九挺意外的，戏楼那一别，他忙着种地去了，倒是没想到梅庄，结果人家派人过来请他。宋九试探地问，请他入城商量什么事？结果两人心头所想，也是啥也不知道。他是要去一趟梅庄，有些事他要弄清楚。宋九最后答应了，两人明显的松了口气。送走两人，宋九站在院前，想起他的师父莫如水，不知道师父如今在何处，或许陶三娘能给他一个答案。刚才有一男一女进村就在打听你呢，打听你住哪就算了，那男的还问我咱们村有没有一个叫莫如水的绣娘。我思量着咱们村也只有你会绣活，没听说还有其他人。这两人问的奇怪，不仅问我一个，还一路问了好几个，都没有问出来，这才信了。陶三娘她不知道师父的去处吗？或者她曾经知道，现在不知道了。果然是师父的故人。傍晚时分，宋九去了大嫂院里，他明儿个要入城一趟，孩子得交给嫂子帮着照看一下。宋九要去梅庄接绣活，两嫂子听了很是羡慕。杨冬花得知那绣楼隔着城东头也不远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丈夫打算明儿个入城买铺子的事说了。沈秋梅一听，心头不是滋味，二弟媳家里已经打算买铺子了吗？亏得她还巴巴地想着买地。宋九问铺子多少钱，杨冬花说200两银子就能买上。宋九听了有些意外，城东头有这么便宜的铺子吗？一间铺子2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，二弟这一趟是不是赚了不少钱？倒也没赚多少，买了铺子剩下的也不多了。沈秋梅很想知道二弟这一趟到底赚了多少钱，可是看到二弟媳瞒得紧，也不好接着问，心头着实震撼。出门一趟回来赚了这么多的钱，比她丈夫做手艺强太多。我瞧着这铺子在城东头，那可是好地方，为何还能留到明日变卖？不会有问题吗？咱们安城来了这么多的富商开作坊铺子，城里的铺面真的不愁卖的。要不明儿个我跟三弟媳一起入城，三弟媳帮我把关。我夫君说下午才去办契纸，咱们先问个情况。在杨冬花的软磨硬泡之下，宋九只好答应了。哎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一趟，我也想看看城里的铺子怎么买，我以前咋就没有想过买铺子呢？很快来到了城东头，有几人围在这儿，似乎也是在打听铺子售卖的事。杨冬花见势不对，显得有些着急。不是说没有人知道，今天下午他夫君就来办契纸吗？都谈好了呢，咋还有人在这儿打听呢？倒也是巧了，打听的商户中还有熟面孔。沈秋梅一眼就认了出来，她看到亲妹妹沈秋燕跟在一个中年男人身边，不如加点价钱，大不了咱们少赚1、2月的钱，先买下铺子再说。这会儿沈秋燕一回头也看到了姐姐，她有些震惊，嫁给泥腿子的姐姐怎么在这儿？莫不是眼花？沈秋燕冷哼一声，全当没有看到三人。明明这铺子这么抢手，这不是还没办契纸吗？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吗？她感觉铺子越发的古怪，既然这么抢手，为何这好处被她丈夫给占上了？你们当真想买铺子？杨冬花点头，的确还没有办契纸，瞧着这3个妇人怕也不识字，就是不知哪儿来的钱，不过可以顺手赚他们一笔。你们手头有多少钱？难不成你们还能拿得出比我们还要高的价钱？我们家可是出了400两银子。想卖给谁也不是你们说了算，我瞧着这3位夫人老实，就卖200两银子，你们买吗？这
这话一出，没把沈秋燕夫妻给气死，400两不卖，却给这3人200两银子，怎么想的？沈秋燕就要冲上前理论，谁知赵大宝将媳妇拉住：“有诈，莫急。我手上只有150两银子。瞧着你们庄户出身也不容易，这样好了，定价200两银子，你们先交过来150两银子，契纸办好，等你们开门做生意赚了钱，再将剩下的50两银子送上。你们怎么看？这铺子我不卖给他们是有原因的，这儿多是粮铺，若是有心术不正的人，反而只会影响其他几家人的生意。都是老街坊，我家这祖业卖了，不是为了钱，而是我举家搬迁，没办法带走，找了你们3个买下，将来开间绣坊或者布庄什么的，我也放心。”这一下杨冬花不知道怎么试探了，反而心动起来，这就看向三弟媳：“想问问管事，这铺子是祖业，东家是谁？”“我瞧着3位老实，才给了你们的优惠，现在你们倒是怀疑起我这铺子来，若是不相信，大可不必买。既然买不起，咱就不买了吧。非要问铺东家是谁，也不是不可以说的。铺东家姓陈，买是不买？给句实话。”“这铺子原先是间药铺吧？”铺管事有些意外，他这鼻子还真是灵，味道都散了好几个月，他还能闻到。“我们今天钱没带够，改日带够了钱再来买。”这3人是在耍他吗？原本还想着顺手赚下150两银子，没想到这3人浪费他的时间。“他们不买，我们买。”“你们买可就得400两银子了。”400两就400两。沈秋燕立即看向丈夫。赵大宝有些犹豫，总感觉这铺管是怪怪的，可是又说不上来哪儿怪。宋九几人没有急着走，站在一旁看着。杨冬花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心里忐忑不安。要是这铺子因为他们3个这么一闹真卖给别人了，他家夫君下午赶过来，岂不是要难过了？三弟媳，要不叫二弟媳买了得了。宋九却是面色平静地摇头。铺管事就叫伙计去请牙快，显然是要跟这对夫妻交易，把铺子给卖了。牙快带着2个差兵一同赶了过来，当场就可以给他们办契纸了。杨冬花的手心全是汗，但凡这一刻宋九开口说买，杨冬花就毫不犹豫买下了。可是宋九一直不开口，出于对三弟媳奇怪的信仰，杨冬花最终也没有开口。三弟媳是有福气的人，只有她开口了才是好事情。不管是和牙快再次交汇一个眼神，牙快迅速将文书写好，在上头盖了印。宋九不动声色地靠近了些，朝那文书上瞥去。莫非夫人识字？宋九看向他，没接话。牙快立即将文书收起来，不想节外生枝，催着赵大宝在文书上按手印。赵大宝这会儿夫妻正吵着架呢，没啥心思细看文书，被牙快一催，随意看了一眼就按下了手印。不管夫人是识字还是不识字，你最好还是闭嘴。这铺子也卖了，你们还留在这儿做什么呀？刚才只顾着恶心人去了的杨冬花才反应过来，坏事儿了，他夫君想买的铺子已经被买走了，还是他给搅没的，回去要怎么交代？二哥不能买这铺子，咱们先去戏楼。哎呀，你们赚钱也不容易，何必破费？有了上一次的遭遇，两人倒是成了朋友一般，宋九也就不拐弯抹角了，问起前头不远粮铺一条街的情况。那儿你们还是少去，左右你们人家也不缺粮，那条街上的铺子多是陈老爷家的。原本啊，那儿开的不是粮铺，也不是陈老爷家的铺面，那些铺子都是陈老爷霸占得来的，陈家就是开粮铺起的家。不过那条街上有个硬骨头，就是先前在那儿开药铺的那位老大夫。说起这位老大夫啊，城东头的街坊都知道，医术高明，祖业传承，一向有个好口碑。只可惜硬生生被陈老爷给打死了。打死了？这是惹上了人命官司，衙门里不管吗？宋九三人脸色都变了。哎呀，你们听听也就算了，莫声张啊。陈老爷家做事儿，县衙里也管不了，在城里做生意都要先去陈老爷家里敬茶，这陈老爷喝了才准啊，不然有你们头痛的。
伙计问宋九打听粮铺街的事做什么。宋九说原本想买那间药铺来着，也说了只得200两银子的事。你们人家惹上陈老爷了？宋九心惊，所以这不仅是一间铺子的事，莫非是跟二哥这一次做的2种生意有关？墨迹，或许是我想错了。等会儿我家小主回来了，我把这事儿告诉他。小主在陈老爷面前还是有几分薄面的，或许能打听出原因。但是有一点啊，这城里的铺子不能随便买，尤其是陈老爷家的铺子，更要小心谨慎。再加上这2年城里做生意的人多了，但凡能随意买下的铺子，你们都得小心。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。到这一刻，杨冬花才知道后怕。陈老爷为了得到一间铺子，可以打死一位祖业传承的老大夫，可见陈老爷在安城的势力，亏得他们还巴巴的去买这间铺子。杨冬花回到2房院里，看到墙角下的砍柴刀和扁担草绳，她心头越发不安起来，该不是入城买铺子去了吧？就这么等到傍晚时分，2房的任广江回来了。莫激动，咱们家的第1间铺子到手了。你不是说下午才入城吗？你怎么不等我回来？我中午就赶回来的，你怎么就提前入城了？买铺子是好事儿，好事儿就得抢着来，我等不及了，就先去了。杨冬花后悔的不行，她不该背着丈夫去城里的，应该直接交代丈夫不准她去。杨冬花将今日和大嫂3弟媳在城里遇到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任广江。这一刻，任广江如同淋头一盆冷水，彻底清醒了。你觉得这气质还能拿回铺钱吗？娘，银钱拿不回来还是小事儿，大不了以后还能赚回来。我担心这些人故意给二哥下的套。先前我和大嫂、二嫂去打听的时候，西楼伙计说了，那间铺子还背了一条人命。任婆子一听，面色铁青，对方不仅衙门里有人，背着人命案还敢如此嚣张。二哥，你知道城里有梁上富户陈老爷吗？3弟媳的意思是这间铺子跟陈老爷有关？二哥与他往日可有仇怨？3弟媳，你不如直说，这间铺子他们要怎么对付我呀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二哥卖2种，对方卖粮食。二哥想在城里开铺子，就刚好有间铺子要售卖，我们几个都去看了的。城里买铺子的愿意出高价，对方还是卖给二哥，可见一开始就是奔着二哥来的。穷人家赚了钱，便是买田买地买铺子，对方猜到了二哥会动心，才会这么给二哥下了套，不然没必要费尽心思。若只是让咱们家损失钱财，大不了这200两银子不要了，对方也管不来。除非这间铺子的人命案算到二哥头上，那样一张铺契就能害死一个无辜的人，还解决了往日的仇怨。你这一趟去江陵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跟陈家是怎么结的缘？老二卖2种，却突然弄回来一船白米。先前任婆子就觉得这批货来路不明，老头子也一直没说什么，也没有细问了。现在出大事了，老二还瞒着呢。我带3弟一起入城，把契纸还给他们。任广江很快推门出去。我看今天谁敢踏出这个门，谁敢出去，我就不认谁。任广江显然是不怕的，母亲向来疼着他，他二话不说就要走。任荣长犹豫了一下，也要跟着走。老3，你可想好了，敢踏出这个院子，媳妇儿孩子都不跟你过了，我们做主，以后你没媳妇儿了。果然，一句话把任荣长叫住了，他不太敢对上媳妇的眼神。广江，你跟谁去拼命呢？我都没有给你留个号，你这一走，是要断了2房的后吗？我说了的，你敢离开这个家，我就敢改嫁，我不会给你守寡的。任广江气坏了，陈家欺人太甚，但凡他在河道上手软，他就别想回来了。奉令办事，前来水乡村捉拿杀人犯任广江。任广江，你可曾杀过人呢？我们遵纪守法的庄户，你们怎么可以冤枉人呢？带走。宋九和傻夫君赶过来的时候，二哥已经被带走了。杨冬花哭晕了过去。要是因为城里的那间铺子，这不定我妹夫也被抓起来了。
任婆子听到这话，立即叫大媳妇跟着老头子去一趟城里问个情况。任婆子心想着，若是抓了2人，这事儿指不定有转机。明显这一次捕快过来抓人，根本不管证据，是强着来的。二嫂，哭也没用，咱们得想办法。我们怎么想办法？请壮士写状纸，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定了二哥的罪。他们一定是看到咱们家是庄户好欺负，家里也没有功名读书郎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。三弟媳，要多少钱请壮士，我都给。不着急，等公公和大嫂回来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沈秋梅入城就带着公公去了妹夫的粮铺，结果就看到妹妹被赵家公婆又打又骂，还跪街头去了。赵大宝和任广江一样，都被城东头铺东家莫大夫的儿子莫忠给告了。缘由是赵大宝和任广江2人都涉嫌杀害莫大夫的罪名，2人自然要反驳，可是对方找到了证据，那就是铺管事。2人勾结了铺管事，一同欺负了衙快，才办下的弃旨。铺管事已经伏法，并主动指认了2人。老二被陷害了，这一下有苦说不清。今日大媳妇还去了县衙，给银钱都不让见老二，这案子怕是难了。三弟媳，救救我夫君！你一向都神乎，只要你出手，一定可以的。你是有福运的人，只要三弟媳救下我家广江，我二房都听你的。先前宋九想着，最坏的结果就是跟人打官司，直接告发衙快，就能抓到案子的主犯。可是对方却将这一条路直接给堵死，衙快倒成了受害者。爹娘，我们还是要请壮士的，但是这一次我们要告发莫大夫。人家公婆有些听不懂了，莫大夫已经没了，怎么告发？就告莫大夫借着当街铺面变卖为由，故意抬高市场价钱，并且还欺负庄户。沈秋梅有些听不明白了，戏楼伙计明明说莫大夫不愿意卖了祖传铺子，才被陈老爷弄死，强行得到了铺子。可是三弟媳所说的却是莫须有的事，这是为何？就按老三媳妇的来，再去一趟城里，把老大叫上，请城里最好的壮士告莫大夫欺负老实人，不卖铺子讹钱。婆母竟然支持他的，其实他心头也忐忑，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堂之上拉扯，随后再牵扯出莫大夫之死因。只要二哥不被定罪，就有翻案的机会。爹娘，我大房存下的钱都在这儿了，就拿去给二弟请最好的壮师吧。宋九也拿出厚重的银袋放到了桌上。任婆子看着同心协力的一家人，心头欣慰，看向二媳妇说道：这情你们二房可得记好了，将来赚了大钱，莫忘了这份恩情。娘，这是广江换来的银票，有2130两银子，这段时间我花销了一些，剩下的都在这儿了。人家人听到这数目都惊住了，任婆子算是淡定的，她其实也不知道老二后来卖的那一船粮食，她分到手的是多少钱。瞧着眼前这情况，是赚了不少。都拿上，请最好的壮士，咱们一定要打赢这一场官司。安城陈府，陈留庆被宋六服侍的挺舒服的，只是他对花魁的身子却不感兴趣。宋六知道这一点，才敢留在陈老爷的身边，也还算能自保。你底下的小管事连这种小事都办不了，一铺卖2人，他是不知死活吗？既然他贪财，那就要了他的命，贪下的总是要还的，如此一来，这案子也翻不了。老爷，这一次案子能进行得这么快，是墨家小郎亲自去衙里告发的。此人不及他父亲有风骨，陈家的人才去他就妥协了。就是那些壮师，要不要派人去警告一下？就问他们谁敢给这2家做壮师。大管事这就领令退下，赶紧着手办事去。记楼名旦阿奇登门拜访，陈留庆一听说阿奇来了，面上一喜，立即叫管家把人恭敬地迎进来。一袭红衣广袖长袍的阿奇从外头进来，陈留庆见到阿奇穿红衣的样子，两眼发光。
阿奇今日竟然穿上了红衣。我今日来见陈老爷，是有一事相求。听到阿奇有求于自己，心头一喜。退下吧，不知阿奇今日有何事相求啊？陈老爷，实不相瞒，狱中的任广江是我认的表弟，感情尚可，陈老爷能否行个方便？他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不要跟我说什么新任的表弟，毫无血亲的人做不了表弟。阿奇心头一惊，他不该说是表弟的，这如何是好？就在阿奇不知怎么自圆其说之时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！陈留庆咒骂了一声，只得先出了门。你是不知道陈老爷的心思吗？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赶紧走！陈府才起的火势很快就被扑灭了。陈留庆气得不轻，回头就将院里院外的下人都叫到了一起，二话不说，抓了几人杀了泄愤。站在管家身边的宋六身子发抖，低垂着头不敢作声。府中上下查了个遍，也没有查出来是谁放的火。陈留庆一气之下将下人全部发卖，换了一批人。任老头大早上去了一趟城里见壮师，回来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城里几位壮师竟然无人敢接这案子，他和老大走访了好几位都没谈成。爹，请不到壮师，咱们何不请位秀才？他们一样能写状纸。爹娘，请不认识的秀才指不定收钱不办事，不如请我大哥。我大哥今年才考上的秀才，我请他帮忙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于是一家人也就决定了下来，由大嫂亲自回一趟娘家，请他大哥上公堂给人家老二做壮士翻案。真到了那一步，我要不去一趟城里找他去？怎么找他去啊？老三杀了人放了火，这事儿还没完，他不可能帮忙的，没报复咱们家就已经算是不错了。老三的师傅怕是要来了，要是他来了，或许老二会有转机啊。山里采的野果，还有我师傅给了我一包糖，你尝尝看。夫君，你师傅来看你了？来了，就在山里头，我还学了半日功夫。那我们请师傅来咱们家院里吃饭可好？师傅教了我半日功夫，又问了问我的近况，他就先走了。走了？宋九感觉又错过了。师傅教了我半日功夫，又问了问我的近况，他就先走了。走了？宋九感觉又错过了。不过他这几日都会在安城，会时常来看我的。任荣长拉着媳妇的小手在桂花树坐下，随即打开油纸，从里头拿出一块软糖，就送到了宋九的嘴里。这是宋九头一回吃到糖会这么的软，跟安城的糖糕有着明显的不同，又软又甜还不腻，尝着味儿就不是安城能买到的口味。我打小就盼着师傅过来的时候给我糖吃，这么多年了，师傅就没有忘记过。小的时候我就盼着见到师傅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但是师傅还是记得给我买包糖带上。叫丈夫把软糖送公婆的院里，同时也说说师傅来了的消息。任婆子和任老头还在想着老二的案子，神思忧虑。这会儿见老三送来的软糖，任婆子激动坏了。你师傅还在山中吗？任荣长摇头说，师傅教了他半日功夫，人就走了。这几日再看到你师傅，老三一定要将你师傅请咱们院里来，娘亲自下厨请他吃饭。那师傅来了，我就跟他说说看。老三呐，你一定要将师傅请到咱们小院来，记好了，一定要请来。爹娘，我会跟师傅说的，但是他很忙，这一趟来安城有事儿要办，可能留不了几日。这话把任婆子和任老头都说得忧了心，那就更不能错过了。给朱氏算一算，他这一次还能活到我请回神医吗？事有转机，王妃尽管放心，朱姑娘命不该绝。小裴是想方设法的用了不少好药，总算将朱氏的命暂且保住了。要不是那一刀偏了点，那可就没了回天之力。至于朱氏身边的嬷嬷，早被砍柴刀一刀毙命。在安城，本宫还是能护着你的。韩愈苦涩一笑，他昨夜算了一卦，他的命活不长了。不必王妃相护了，有些事是注定的，有因必有果，我怕是不会在这客院套扰太久了。怎么说？韩愈摆了摆手，不想过多解释。
王妃要是不放心朱姑娘的伤情，倒是可以把她最想得到的东西承诺给她，如此她有了信念，命就长了。小裴氏一听有几分道理，道童在一旁有些焦急地开口：主子，要不然咱们赶紧逃吧。你别怕，你不会死的，以后好好活着。至于我，不想逃了，我的命不长了，只是在生前还有2桩事儿没做，你得跟我走一趟。我这一趟从京城赶来，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那家农户出身的贵子，实为遗憾。还有那个农妇手中抱着的女娃娃，明明是短命之相，却还活着，也得去看一眼的。孩子，别难过，终于能如你的愿了。人家二儿子范氏下了狱，人家没了办法，咱们便有了机会。我说过的，你是我的亲闺女，我那儿子只要人家交出来，我就将他软禁了。将来你要怎么还回去，只要不要伤了他的性命，我都准你。果然，小裴氏一番话说到了朱氏的心坎里。他很快睁开眼睛，目光紧紧地盯着小裴氏。但凡大表哥落到他手中，他非要折磨他3天3夜不可。只要不伤了他性命，是鞭打还是割肉，直到他尽兴了为止。水乡村里，任家人正等着沈家大哥递状纸的消息，还没有通知什么时候审案。倒是城里的妹妹小裴氏给任婆子送来了一封隐秘的信。任婆子看到信就不想接。夫人最好看一看信中的内容，这关乎着人家老二的生死。任婆子一听，心头咯噔一声，定是老二的案子被妹妹知道了。她想做什么？绝不可能主动找她，是要帮人家的忙。她这个妹妹，她太清楚了。任婆子连忙将信展开，这件信里头是邀她入一趟城里，她要见她。不仅如此，并以沈家大哥的状纸做威胁。眼下状纸在县衙里，他随时可以将状纸取走，并且可以指使知县断案。这算什么？这就是落井下石。任婆子气坏了。信已送到，怎么做就看你们自己。咱们不要入城。当年一块手帕就定了我的终身，你以为他现在就不敢对付我？老三想杀生母，他一定以为是我这么教的孩子，甚至还会想，我当年将孩子抱走，就是故意将孩子养歪了，好对付他。他现在没强着来，那是因为他没有后了，还顾忌着老三。上一次老三杀人放火后还能平安回来，事后也没有追究，不是他有多心善，而是他在隐忍。妹妹对付他是迟早的事，眼下是老二的案子，绝不能让他去插手，不然把这一份恨意报复到他家老二身上，何其无辜啊！安城王府，小裴氏果然等来了想要见的人。今儿个叫姐姐过来，只想让姐姐答应一桩事，那么你的儿子就能平安从狱中出来。我不会答应的，也不想跟你做交易。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救，你救？你一个白丁打算怎么救？小裴氏生了气，给县衙刘知县传个口信儿，立即定下任广江的罪名，将案卷交给我，我派人快马加鞭送去京城刑部。管家领令，这就要退下。任婆子慌了，这种犯下杀人死罪的案子，由县衙将案卷交给知州大人过目，之后才会同众多重案一起送去刑部。算着时日，今年时间已经过了，便是明年秋后问斩。真到了那一步，人家还能去京城告御状，还能救下老二的性命。可是妹妹若是这么一闹，案子现在就定了，马上就得问斩，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。小裴氏看到姐姐朝他跪下了，他这才挥退了管家。用你的儿子换回我的儿子，如何？甄老头却是上前将老伴扶了起来。跪什么？再求他也不会心软的。左右都是撕破了脸说话。那么荣家的嫡长孙呢？怎么办？
小裴是震惊的抬头看向任老头。什么意思？任婆子连忙上前捂丈夫的嘴。任老头还是挣脱了媳妇，将三媳妇生下一双儿女的事说了。那是雨夜，你为何说那乡野村妇生的是女儿？因为你不配知道，我家三媳妇有福气，生下的一双儿女，关你何事？别以为我们养大老三是居心叵测要对付你，老三不待见你，你也以为是我们私下里教的，我们可没有你龌龊。小裴是这会儿既怒又喜，他恨姐姐不告诉他实情，又欢喜着自己有了后，有了希望，再也不怕断子绝孙。我有孙子，我有大孙子了，把大孙子交给我，我可以答应你们人家任何事儿。今日的宋九眼皮不停地跳动，像是有什么事儿要发生。我路过此地，能否向夫人讨碗水喝？院外就是井，乡下村里也能寻到井，要喝水是很容易的事。但是他却敲了宋九的门，这就说进屋打水，不过却防备地将院门关上了。眼下傻夫君在地里做事，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。院门又开了，宋九刚要将糖水送上，突然门外的道长抬手一掌将他劈晕。宋九闷哼一声倒了下去，道长连忙将他扶住，还顺手接了那碗糖水。今儿个我既然喝了你一碗糖水，就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青衣道长说完，看了一眼院墙上蹲坐着的数只野梨子。这一次你们可不准挠我，我将死之人最后一桩善事了。院墙上的野梨子似乎很有灵性，像是听懂了韩愈的话，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攻击他，只是蹲坐在墙上，却紧紧地盯着他。摇篮前，韩愈一脸恭敬地上前跪下，行了个大礼，方起身上前查看。那个孩子长相出众，瓷娃娃般的小脸，眉眼五官精致，看着这面相，韩愈就惊叹无比，还真是贵人，有天人之姿。正好小园子也醒来了，还咯咯地笑了起来。这孩子非池中物，可是你的劫难也多。当初我若没测算你的出生，或许你这一生要太平得多呀。既然本道长当初害了你，给你带来了劫难，而今也就将功补过，希望你平安长大。刚要转身，便闻到孩子身上天生就有的香味儿。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呀，竟然天生自带异香，比旁边的男娃娃还要金贵。若是你娘教得好，指不定将来比你弟弟还要有出息啊。不能再耽搁了，这就转身出了院子。这院里的风水不错，唯独这井水不该分叉，可惜这两人心善，这井分了叉，坏了风水，我只得在上方种下青竹，希望他们不要给砍了。风水人定，成事在天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。栽种了竹子，化了院里的瘴气，可为俩孩子挡灾祸，算是还债了。任荣长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时，就发现自家院门虚掩着，他心头一惊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院里，就见媳妇靠在竹椅中，像是睡着了似的。宋九被傻夫君喊醒的，一时间他还有些没明白过来，好半晌缓过来了，连忙起身朝摇篮看去，俩孩子都在。任荣长见媳妇孩子都没事儿，松了口气，瞧着院里院外也没有遭贼，好好的呢。宋九去院外洗衣池里洗孩子的衣裳时，发现井上方的坡地有人动过土，谁在他家后头坡地上种了竹子？他咋没有想到这上方种些竹子呢？这么瞧着怪好看的。这一堆新种的竹子就这么的留了下来。人家大房院里，沈秋梅见闺女睡午觉，无聊就去隔壁屋里串门去了。这会儿一位青衣道长悄悄摸摸地来到人家大房的院外，韩愈显得有些激动，就是这女娃娃了，他今儿个必给她好好看看相。韩愈看了半晌，面色越发的凝重，他活了大半生，头回看到这样的面相和手相，这孩子真的是短命相。你这孩子的生辰我没有，没法给你批命，但是你的面相本是短命之相，奈何逆天改命，
将来如何，只能靠你自己。你们人家的风水不错，祖坟葬的也好，即使做普通的农家女，也会平安喜乐一生。莫强求。傍晚时分，人家公婆从城里回来了，去了二房找老二媳妇杨冬花，一起坐牛车出了村口。哭啥哭的？我这个做娘的都没哭，你倒是先哭起来了。爹娘，我只要广江活着，何况我也怀不上广江的孩子，我就是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。所以二房不能断后。你胡说什么？这一次必须成了。媳妇儿，我把师傅请咱们院里吃饭了。宋九和沈秋梅越听越是听不懂了，便是她会听人心声，婆婆心头所想也没有她要的答案。娘，为什么要给二哥留后？可是二哥的案子有了进展，出了什么问题？你们都不要问了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下来。以后老三媳妇，你们可要好好孝顺我们两老的。我们两老的生老病死，你们三方都得出一份力。宋九头一回看到婆母这般严肃，即使他知道傻夫君是公婆的养子，他也一直对公婆很孝顺。可是今日公婆刻意的说出这话，莫非这中间还有隐情？公婆走后，宋九和大嫂一起安慰二嫂，才知二嫂今日跟着入城，花了一笔银钱打点，才能进牢里见到二哥。二哥清瘦了不少，里头过得很不好，而这一次夫妻相见，竟然是为了二房留下香火的。媳妇儿，我把师傅请咱们院里吃饭了。师傅，这是我媳妇儿。此人一袭墨绿袍衫，眉眸清冷，眼神犀利。此时被他盯着，宋九莫名感觉到微迫感，竟与他家傻夫君是如此相像。他或许就是傻夫君的生父，若是傻夫君的生父，那就是靖王本人。好在跟着婆母学过规矩，这会儿行晚辈礼，倒也有几分模样。常儿说你做的饭菜很香，去吧。我还没有吃晚饭，倒有些饿了。宋九才入厨房，任荣长也就跟了进来。他来给媳妇添柴，帮着做饭的。这么把他师傅晾在院里，会不会不好？靖王有些不高兴，这就起身来到摇篮前坐下，看着里头一对可爱的双胞胎，靖王终于露出了笑脸。想不到小院里还有这样的仪式固本啊！这是常儿平素看的吗？师傅，我可不看这个，我还要下地干活呢。这书我媳妇儿在看。你识字？宋九只好点头。倒也不是愚笨的村妇。饭桌前，宋九明显看到靖王尽给他傻夫君夹菜，许是他炒的兔肉好吃，有半盘兔肉是夹到他家傻夫君碗中的。他家傻夫君把兔肉上的皮去了，骨头剔了，将肉转眼送到了宋九的碗中，一块就算了，基本他师傅给他夹的，他把不好的部分吃了，好的部分都给宋九留了出来。常儿，你不爱吃肉吗？不吃肉的孩子长不高。师傅，我爱吃肉的，但是我媳妇儿更爱吃，我给她留着。哎，这话说的，能听到心声的宋九差一点掉了筷子。听说人家二哥的案子是你出的主意写下的状纸。宋九点头，壮着胆子。宋九顺势将西楼伙计告诉他陈老爷杀了莫大夫夺了铺子的事说了，一铺卖两人，还栽赃到他二哥身上。宋九说话条理清晰，靖王越发另眼相看。一顿饭的功夫，他看出来了，自家这个傻儿子爱极了眼前这个女人，而他也着实聪明，勉强算是配得上他家傻儿子吧。我不便出手，不过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个公平的机会，我会请求安城知县公平审理这桩案子。但是这官司怎么打，怎么赢这一场官司，那就要看你们人家的造化。宋九听了，心头一喜，只要公平就好。二哥就是冤枉的，有这个机会，他便有把握赢了案子。我不喜欢插手这些小事，这来一趟安城也是来看常儿的。常儿心地单纯善良，你很聪明，平素你莫欺负了他，对他好一点。师傅，我媳妇儿对我很好，
你不准说他，不然下次吃不到我媳妇做的好吃的了。宋九真的想捂傻夫君的嘴，果然晋王听差了，脸都黑成了锅底。你平素饿着嫦儿了，夫为先，君为上，夫君便是你的天，他不是痴傻，他是心地善良。你若是对他不好，我便也留不了你。宋九明显感觉到头顶上传来的威压，他心头反而有些委屈起来。晋王初来院里，也算是他这个儿媳妇头回见这位，却不问青红皂白将他训斥一顿，是何道理？师傅，不准你这么说我媳妇儿，反正我不管，我只要这个媳妇儿，我就要跟她在一起，其他的我谁也不要，她是顶顶好的媳妇儿。宋九也没有想到傻夫君会为了这个生这么大的气，不知怎么的，原本委屈的心情瞬间没了。这会儿宋九也发现他家傻夫君为何脾气这么大了，因为这是遗传。这不，眼前的晋王气的筷子都给折断了，护卫无声无息的就出现在了八仙桌前。但凡晋王说一声，护卫就不会给他活命的机会。他明显感觉到了杀气。去你丫的！都坐下吧，好好一顿家宴，吃得含打含杀的。谨言，退下。天已经彻底黑了，晋王没有急着离开，那是不是要收拾一间屋子出来给他老人家住一晚？只是家里的褥子都不是新的，晋王会嫌弃吗？今日晋王非要在这农家小院里住下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这俩孙儿孙女。他从京城来安城，的确有些期待。他转眼有了孙儿孙女，还是他最宠着的傻儿子留下的后，又是国师测算出来的贵人。然而两孩子信人，又听傻儿子说娶的是人家的辈子，晋王心情不好，话也不多。宋九想着今日公婆和二嫂的经历，就想借着去井边洗衣的时候去下游告诉公婆一声，傻夫君的师傅来了，二哥有救了。人家祖宅这儿倒是清静，我来院里的事便不必去村里宣扬了。以后我会时常来看我这乖徒，还有这俩孩子，你尽管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好了。这是发现他想去村里给公婆报信吗？宋就不敢了。夜到天明，相当的平静。晋王荣世远穿着亵衣坐在床沿，头回发现自己在这农家小院里睡得如此安稳，竟然一夜到天明。他不曾失眠，当真是怪事儿。刚才我说的话，夫君可是记住了？夫君要听我的话，你按我说的做，我给你做油酥饼吃。东屋里，晋王正想着农家是不是都在井边用凉水洗漱来着，就看他家傻儿子端着木盆进来，里头还有一块洁白的布巾子。任荣长听了媳妇的话，上前就将师傅安置在板凳上，然后亲自给师傅打湿布巾，恭敬地递上。晋王很意外，头回看到傻儿子服侍他的，这孩子是真长大了，知道孝顺了。晋王很欣慰，心情越发好了。师傅，我平素就是这么给我媳妇儿按压肩膀的，她说可舒服了。师傅，你舒服吗？你媳妇儿还要你按肩？不该都是妇人服侍自己的丈夫休息吗？我娘说了，咱们人家男儿要护着媳妇儿，不能让媳妇儿委屈。我爹也是这么给我娘按压肩膀的，我娘很开心，现在我媳妇儿也很开心。师傅，你不开心吗？哼，听师傅的话，妇人拿来疼，但是也不能拿来惯着。你媳妇儿呢，也算是个好人，你不能惯着她这性子，以后让她服侍你，记得一定要听为师的话。不成，我娘说我听我媳妇儿的话准没错，是我娘给我娶的媳妇儿。晋王很吃味，偏偏他不能说出实情，明明亲儿子在眼前，却不能相认。改日师傅给你娶几房妾室，有了对比，你那媳妇儿就不敢嚣张了。人家家规，人家男儿不得纳妾。这是什么狗屁规矩？天下男儿有权有势的，谁不纳妾？便是晋王府的后院里，女人少说也有20几个，外头的红颜知己，连晋王都记不清了。你不纳妾，岂能开枝散叶？
我媳妇儿能生，一生就是俩。我娘说我媳妇儿最有福气，将来还要给我生很多孩子。再说我不要那么多孩子，我只要我的媳妇儿。晋王真是说不过自己这个傻儿子，孩子还在乎多的吗？他怕是不懂得不同女人的滋味。山野村妇有几分机智，人家家规不准本王的儿子纳妾，那也得考验一下这个女人有没有这份能耐。谨言，入城之后就给刘知县传个话，人家老二的案子必须公平公正的审理，否则本王拿他试问。谨言应下了。且看他怎么教那沈家大哥打官司，要是打不赢，本王定会休了他。荣家的血脉岂能由这种无知的妇人教养长大？本王必会为孙儿孙女寻得一位贤良女子教导。安城王府客院里，我知道我活不过今日，晋王今日前来便是取我的性命的。我算过这么多的命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下场最终会是落在王爷的手中。既然我已经没了活路，也不妨直说了，晋王即使杀了我，也无法改变贵子的劫难，劫难是因我而起，但是朝中若没有我，也会有其他人。钦天监的人迟早还是会发现，最多晚2年。而我即使从京城赶来了安城，却并没有真正对贵子下手。我知道天命不可改，我的确犹豫过的。你犹豫过，便曾有过杀心，即使这一点你都不该有。你说的对，不是你也会是别人，但是本王今日不得不杀了你。好在你这几个月在安城并没有真的动手，如此本王尚可留你个全尸。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？多谢王爷体恤，倒也有一桩，王爷能否将我的全尸送回道观，之后护我道观10年的安稳？可。临死前，我再替王爷算上一卦，作为回报吧。本王从来不信这些，本王只信自己。当年我父王被先皇请入宫中卜卦，我那年正好19，被太子叫入宫中陪读。随太子陪读之时，我见太子眼神不对，更是陪读不到1个时辰，太子叫我离开东宫，去东华门外一看。我停止行事，跟着太监去了一趟东华门，亲眼看到我的父亲装在棺材里，被人从东华门抬出来，交给我奔丧。打那以后，本王最痛恨的人就是你们这些无中生有的算命先生。韩愈，你有本事，但不该入朝堂。当年皇上去请你之时，你不该怕死。吴氏曾将晋王府小公子的生辰八字交给我测算，当日测算，晋王府小公子毫无生机。没想到半夜长生灯又亮了，尚有一袭烟火续命。我觉得奇怪，直到后来我去了水乡村，见到王府嫡长子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孪生兄弟互为影响，王府小公子也拥有他大哥的气运，所以他杀。随着晋王一声令下，暗卫现身，一刀穿喉。到死，韩愈也没有明白，他明明是为了回报晋王才说出隐秘实情，为何晋王会听到小公子尚有生机之时，却生了大气？将国师送回道观安葬，交代他们10年之内不准报仇，不准有人踏入朝堂，违令者杀无赦。客院里发生的事很快走漏了消息，主院里的小裴是到这会儿才知道王爷竟然来了安城，而他事先竟无察觉。姐姐，有一事妾身不明白，你为何来安城，又为何要护住国师，竟动手杀了精兵？姐姐这一次可是闯大祸了，姐姐这一次可是闯大祸了。所以这一次王爷来安城是为了国师。姐姐也是愚蠢呢，那可是皇上安排的精兵，你说杀就杀，王爷不得不受皇上之托，亲自来安城清理门户。姐姐在京城可是向来温顺的，为何到了地方却如此嚣张？你倒是无法无天了，王爷要怎么周旋过去？难不成得被迫休了姐姐？总不该连累了咱们王府呢。
偏生小裴氏正好在这些日子将朱氏身边的死士暗卫全部都给杀了，原本只是为了瞒住朱氏受重伤的消息，不曾想也被他亲自毁灭了证据。精兵之死，他怕是难以在靖王面前解释了。姐姐怕是不知道，王爷一来安城便先去了客院。哦，对了，姐姐要保护的国师眼下怕是已经没命，姐姐这如何是好？国师死了，靖王又要如何对付他呢？那安城怎的不曾见到狄公子？莫不是他并不在安城？妾身在京城之时曾听到一个消息，姐姐受不了失子之痛，才奔走安城，为了掩饰已经没了的儿子，才走得这么匆忙的。妾身很好奇，这孩子是怎么死的？陆映梅，小裴是心头不知道多悲凉，他明知道杀他儿子的凶手就在眼前，却没有证据对付他，如今更是戳他的痛处，岂能忍受？姐姐，你好狠的心！你见我跟着王爷来了安城，竟然趁着王爷不在对我下了狠手，你想毁我的容貌，好毒啊！小裴是听着这话不对劲，他立即从陆氏身上收回目光，看向大门口。果然，就这么巧合的，靖王从外头进来了。小裴是吃陆氏的哑巴亏太多次了，想不到他才来安城，就给他一个下马威嘛。很快，他也身形不稳，转眼从嘴中吐出一口黑血。你竟然对我下毒！你自己装柱子，冤枉我就算了，你几时对我下的毒手？你怎么这般狠心？陆氏正哭得伤心，听到小裴氏这话后，整个人都怔住了。靖王却是见惯不怪地从两人身上收回目光，阔步走向主座。请神医过来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撒谎？神医来了。小裴氏脸色微变，陆氏见了心头一喜，他可没有下毒，有神医在，倒要看他怎么圆过去。神医来了，陆氏立即开口：我身份不及姐姐，先给姐姐看诊。木心来到小裴氏身边，小裴氏的内心有些紧张，眼下已经不是他中不中毒的事，也不是他有没有杀精兵自证清白的事，而是他的二儿子没了，大儿子在安城娶妻生子，甚至还有他姐姐一家人的事。所以王爷是知道了吗？若是王爷知道了，他不会恨他吗？不会杀了他吗？王妃中了情毒。听了这话，便是晋王也有些意外，眼神立即盯向陆氏。陆氏吓得连忙起身上前跪下，他就算要下毒，那也一定是毒死人的药，又岂会给他活命的机会？小裴是厉害呢，竟然下情药，解药便是王爷，还能将罪名怪在他的身上，又能如了自己的愿，指不定借着这一次，王爷不再追究他的罪责，好厉害的手段。如何能解？吃下解药，再休养2、3日便能痊愈。转眼一颗解药递到了小裴氏的眼前，不愧是神医，这情药还能解？跪在堂前的陆氏终于松了口气。王爷才来安城就想睡他，没门儿！他跟着王爷走了一路，极为辛苦，到现在还不曾碰到王爷的手呢。下人都屏退了，晋王冷声问道：你怎么敢杀了执行君命的精兵？你是觉得本王不敢杀了你吗？小裴是知道不能瞒了，这就说了朱家杀了精兵一事。朱姑娘也是你亲自挑选的儿媳妇，朱夫人还是你结拜的姐妹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想表达什么？这些人命与你无关吗？小裴是哑了口，心都凉了半截。所以朱家动手的时候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而他竟然带朱氏来了安城，却没有关注他的一举一动，导致自己背上这些罪名。国师已死，精兵的命案你别想逃脱。至于朱氏这个儿媳妇，本王根本不认同，便是朱家，你以后也不准与之来往。晋王府富贵无双，不必你锦上添花，你安安稳稳地待在后院做你的王妃，其他事皆不准过问，若不然你也不至于闯下大祸，害死了一儿。
王爷竟然知道了义儿的死。小裴氏瞪大眼睛看向他，转眼眼泪夺眶而出。亏得他来安城各种掩饰，没想到一切都在王爷的监视中。义儿的命，你用10条命也还不回来。你身上的罪责不止这1条，当年恶毒陷害你姐姐嫁给下人，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，你是半点也不曾反省。要不是看在她是长儿的生母，不想长儿将来恨她，他这就刺下匕首一柄，了结了这个恶毒女人的性命。所以你到现在还记挂着我姐姐，对不对？她才是你的正妃，她才配得上你。我啥也不是，就连你暖床的工具都不如。靖王竟没有反驳，这让小裴氏伤透了心。她输了，她不及姐姐，即使嫁给乡下小子，她也过得舒心自在，还让靖王记挂了她这么多年。你来安城是何目的，我不想知道，但是从今往后，你不要打人家人任何主意，但凡你敢在背后动手，本王便不会饶你。过不了多久，我家景儿就要从边关立功回来，到时候景儿来了安城，也让王爷好好看看我陆氏所生的孩子是何等的英勇。等小裴氏退下了，以后景公子便是嫡公子，主子便是正王妃。既然国师没了，咱们晚了一步，没办法知道那位上天注定的贵子是谁。你们去查一查吧，是什么样的人物能动摇燕国的根基？若是寻到了，我指不定还能献给我父亲立大功。娘，我要救下二哥，我不容许咱们家有缺憾。二哥并没有错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他还要看到二房儿孙满堂。旁的不必说了，以后你们3房可得好好孝顺我们两老的。听到任婆子内心所想的宋九，他就知道城里那位逼迫公婆竟然选了他家傻夫君。宋九很感动。娘，我不是宽慰您的话，而是我有办法救二哥了。随即宋九将昨夜靖王在院里住了一晚的事说了。任婆子震惊地看着宋九，靖王每次来乡下教导孩子功夫，都是在那山中，便不曾来过小院，甚至任婆子都不曾见过靖王的模样，只得从傻儿子说的话中来判断，知道是靖王来了，是他在照顾着这个孩子，还带着神医养好了傻儿子的身体。有了靖王这番话，任婆子立即有了希望。婆媳2人决定明日去一趟城里，先将这好消息告诉老二，不然老二还以为自己死期将至，怕是在牢里想不开。陈府大管事得到一个消息，安城除了先前来的那位贵人之外，而今又来了一位。先前来安城求雨的国师已经被这位给杀了，可见这位的权势有多大。把义庄烧了。大管事立即明白了意思，烧了义庄，先前的铺管事就尸骨无存，更是难以翻案了。大管事很快带着人去了。你这段时间在我身边服侍，知道不少事情啊。宋六赶忙匍匐于地发誓，会将这些事烂在肚子里，否则天打雷劈。若是违背了誓言就会遭雷劈的话，那这世上有不少人都得被雷劈死。所以你这些话我可不信。不过我相信你不敢。你陪在我身边这些日子，我不曾碰过你的身子，更是不曾折磨过你。离开陈府之后，你可记好了，敢说半个字，我就亲手掐死你。爹娘，我会在牢里好好待着的，等你们来救我。任婆子高兴地应下了，只要儿子不寻死就好，只要老二活着，他折寿都行。多个儿，我听说这义庄起了火，就派人去周旋打探，才知道义庄起火后，先前写下血书的铺管事尸骨无存。这么说，铺管事不是自己寻的死，是有人在牢里害死他的，所以现在是要毁尸灭迹，掩盖罪行。对了，你们有见过沈家大哥吗？上次写了状纸之后，他竟然连城里都没有来过，更没有去监牢里见一见他们，了解一下情况。我瞧着这沈家大哥没啥用处，话都说不全，到时候上了公堂，他要怎么给咱们做壮士啊？
上公堂写案的事情交给我，到时候沈家大哥只要跟着念就好。就是沈家大哥那边还得赵家帮忙盯着，莫让陈家人找上门来了。赵老汉一听，立即听明白了，怕陈家人收买了沈家大哥，到时候连这一个壮师都没了。爹，牛车停一下。不必谢我，你欠我一个人情，记好了，以后可是要还的。宋六转身就走，宋九还有些奇怪，看下手中的私印，吓了一跳，这不正是莫大夫的私印？再看字条，正是陈留庆写给莫大夫的一封密信，与莫大夫做交易，由陈家大管事前去购买城东头莫家的药铺，按着市价低20%的价格成交。若是莫大夫敢不同意，那么陈家将于3日后派人去砸了药铺。老二有救了，老二真的有救了。这人情我们人家记下了，将来一定好好回报他。派人盯着陈留庆，莫让人跑了。今日不管如何，他都走不脱了。靖王微服出府，坐上一辆普通的马车，往县衙方向去了。刘知县问了堂下众人的名字、案子详情。莫家的壮师是陈家人请的，在回答案情的时候，众人就看出来了。莫家的这位壮师不要太聪明，简直对公堂上的这一套特别的清楚，说话更是有水平。再看沈家大哥，支支吾吾的，说话都不利索，没把人家和赵家给气死。好在壮师不行，但是宋九和莫忠已经串通好。莫忠在两方壮士将案情说完后，他突然开口：恳求大人将陈家大管事陈启叫来现场，当时我爹卖铺之时，陈大管事也在场。等等，不是卖给人家和赵家一铺两卖吗？怎么就这位也在场了呢？跟陈家啥事儿？果然，莫忠的壮师立即反驳。这一下，外头听案的街坊都懵了，自己请的壮师不听自己的，怎么感觉事情不对呀？壮师建议先将成交此铺的牙快叫来再说。于是牙快被请了来，不过牙快过来后，立即呈上他到手的一张委托书，正是莫大夫委托铺管事代其售卖铺子一事，所以牙快是依着程序办事，并没有徇私。同时莫家的壮士说，这位铺管事被迫死在牢里，他们有证人亲眼看到人家人收买差兵进牢里，将铺管事给杀死。好好的审案，怎么人家人再次染上人命？人家两老的瞪大了眼睛看着前头。宋九也没有想到这些人敢在公堂上这么冤枉他们。然而他们所谓的证人来了，正是牢里的那些差兵，他们一个个的只认了几人，便是守义庄的老头也来了。他亲眼看到人家人去义庄放了一把火，目的就是烧了铺管事的尸体，死无对证。这才开始审案，苗头就不对了。赵家人也是懵了，人家人更是一脸气愤。宋九能听到心声，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伙的，早已经串通好，他们要把铺管事的死栽赃到他们人家身上，而掩盖莫大夫之死，坐实了二哥的罪名。人婆子立即看向老三媳妇，突然想到老三媳妇向来有福运，她没有慌，她一定是早做了准备。对了，他们手头还有那封密信的证据，只是宋九并没有交出来。堂前莫家的壮师还在陈叙案情，一旁的沈家大哥已经傻了眼，这与宋九写给他的证词和堂前该说的话完全不同了。眼下他要自己想着应付，一时间有些慌乱起来。刘知县看着眼前一堆证据和堂前一堆证人，这些人里都是公职差兵，还有公平公正的衙快，每一个人说的话都该是能服人的。刘知县还没有发话，莫家请的壮师直接指使堂前差兵抓人了。所有涉案人员都得抓到堂前跪下，而正在围栏外看着的人家人就成了他们要抓去的对象。好好的被栽赃成了杀人犯了。任荣长抿紧嘴唇，眼眶泛红，手握紧成拳，这是要发怒的征兆。就见前头宋九一把拉住生气的傻丈夫，竟然将人给拉住了。他竟然能管住我这儿子的脾气，哼，有点意思。天理何在？他们一面之词就能定罪吗？定人死罪全凭几人的嘴巴吗？怎么不问问我们，
什么时候去牢里杀的人？又是怎么杀的人？在场牢房里的人有谁看到吗？还有，我家二哥杀了莫大夫一案才是主案，也不曾问起他行凶时用的什么兵器，还有莫大夫的死因是什么。仵作呢，也不出来交代。我可以对所有人保证，我二哥没有杀过人，他有不在场的证据。可是知县大人却不曾给我们半点机会。那么今天的公堂之上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审理吗？这儿当真是我们百姓申冤的地方吗？坐在上头的当真是我们安城的青天大老爷吗？本官还不至于昏庸到这一步。刚才堂外发话的民妇是哪位？且站出来。宋九出来了，如此普通的一个庄户妇人，却能说得墨家的壮士都反驳不起来，着实让人惊讶。你读过书？宋九恭敬地行了一礼后点了头，并说自己还研读了燕朝律法。刘知县听到此女竟然研读律法，高看了几分。今儿个刘知县为了案子公平，他决定给平民百姓也有一个辩护的机会，于是叫宋九站沈家大哥旁边去。这个小妇人到底什么来头？看她穿着不像有来头的，可说话做事却落落大方，也不惧上公堂，倒是不能小看。也将陈家大管事陈启一并请来吧，此案还真就跟此人有关系。刘知县应了宋九的话，叫捕快去陈府提人，所有涉案人员都得押过来审问。捕快将陈家大管事带了过来，从人群里走过去的时候，宋九立即看向傻夫君。任荣长对上媳妇的眼神，想起了媳妇先前的交代。但那陈家大管事经过人家人身边时，突然被任荣长撞了一下，任老头赶紧将老三拉开了些。任荣长握紧成拳，倒也没有出手。家壮师与陈启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正要借机驳倒宋九，定下人家的罪名时，突然一颗石子弹到了陈大管事的腰间，腰间的荷包应声而落，掉在地上，咣当一声。安静的堂前突然听到这个声音，吸引了所有的注意。陈大管事还有些奇怪地看向这个突然出来的荷包，他腰间平素可不挂这个。于是陈大管事伸手去捡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莫大夫的丝印从里头掉落了出来。莫大夫的丝印怎么在陈大管事手中？正是我父亲的私印，那是我父亲到死都不愿意交出来的私印，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父亲，夺走了私印。莫忠，你最好说清楚，你状告的是赵家和任家，怎么又换人了？这个人也在场的，他一定是跟赵家和任家是一伙的。不是跟我二哥和赵家一伙的，莫公子被他骗了，他是故意让你状告我家二哥和赵家，我有证据证明杀莫大夫的另有其人。于是宋九将宋六给他的那封密信立即呈上去。当陈启看到刘知县手中的密信正是当初老爷写去的威胁信时，身子瘫软在了地上。刘知县要派捕快将陈留庆捉拿归案。跪在堂前的陈启突然拿出一本族谱，大声说道：不用找了，我就是陈留庆，一切都是我指使的。不用找了，我就是陈留庆，一切都是我指使的。这封密信也是我写的，若是你们不信，可以翻看陈家的族谱。刘知县还没有翻看族谱，心就拔凉拔凉的。地方附身就是这么大的能耐，找个人顶罪，转眼真正的陈留庆必不会放过他这个知县。陈家族谱上，我的族名就叫刘庆，陈启一名只是外头形式使用的。我本是陈家旁支，记在了主脉一支的族谱上，才有我这些生意上的成就。宋九听到了陈启的心声，知道他是替真正的陈留庆顶罪，于是立即看向刘知县，刚要说验字迹，刘知县就下了令，派人送上笔墨纸砚，立即让陈启写下几行字来辨真伪。人家人提着的心也略放下，心想着总不该字能模仿吧。然而真正奸猾之人是早有准备的，所以陈启的字跟陈留庆的字是一模一样的。谨言，立即带人去陈府杀了陈留庆，竟然敢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人家。日，人家案子公开审理，满城皆知。青花楼里的宋六也知道这事，但是他心里存着事，毕竟证据是他偷出去的。宋六觉得九丫头再聪明
任家人再有手段，最后也恐怕难以对付陈留庆的，他还得自己寻求保命，那就是死不承认偷走这些东西。管家得知青花楼的花魁来了，还满脸的高兴。今儿个老爷发了大火，就是因为墨家这桩案子都不让下人进主院的，这就催着宋六赶紧进主院去了。当宋六踏入主院后，就发现原本5步一岗的护卫都倒在血泊中，可是管家怎么不知道呢？宋六心头惊骇，本能的不敢进去，可是他又有些期待，万一这些人也顺手将陈留庆给杀了呢？宋六压着心头的惊恐，一步一步朝里头走。原本趴在门槛上重伤而亡的陈留庆竟然醒来了。红衣是你下药派人折磨，害他落下病根致死的，你这个杀千刀的恶人！还有历代花魁，你又祸害了多少人？你将他们一个个折磨致死，只为了满足你那奇怪的欲望。你手头到底沾染了多少无辜的鲜血？你不配做人！此时还不敢置信，他会落到这个他一直瞧不上眼、放了一马的小小花魁手中。